前辈，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根据一些记载或者传说吧，月球之前是没有的，后来出现的。这个是纯粹是胡扯的。胡扯的，月球一直存在吗？不要相信。外星人关于月球他也跟我说过的，嗯将来你们地球人要想找到确定无疑的证据，首先很大的可能他是在月球上找到了个地下洞穴。地下洞穴。对，这个就是确定无疑你会证明。那不要在地球上寻找，地球上有这个证据已经毁灭了，而在月球上它能保护到。这个证据是什么？史前文明的还是？他史前文明呢，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也问过的。他说我们对不同的星球有人的星球进行考察过。有很多那个星球上有史前文明。但是我问过，我就特别关心我们地球，他地球没有。地球没有史前文明，他是通过什么证据来获得准确的知道那个地球没有史前文明呢？他们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非常简单有效的方法，就用超扫描对地球内部进行历史扫描。他没有发现地球有大型的自下人造隧道，他任何一个史前文明都留下了大量的那个遗迹，那个不是遗迹，而是地下洞穴地下那个隧道。人工隧道就是很长的人工隧道。无论是地球怎么变形，即使把这个隧道破坏的，它留一段一段的。但是把这个地球全部扫描，没有发现一个。可是重点你没有史前文明。但是不排除有次大外星人假使到你们地球上有活动丢下的这些很有小的这些，但是大规模的已经生活着超过科技发达的消失的了，那个是不存在的。如果他有那个文明，你那个地下要留下隧道。留下那个隧道。那您刚说的月球有可能有地下隧道，也是这种史前文明的隧道？不是的，那是别的星球人去的。就说我们在月球上是个有机会可以找到。你要想寻找确定无疑的宇宙中有外星人那个证据，你可以在月球上寻找，而不是在地下。地下的一个洞。但是现在看来，月球它似乎是它表面的陨石坑非常浅，它似乎是一个金属外壳，外边有一层土壤。不是吗？它的内部就是实心的。实的，这个只能够得到证实。那是人家造谣的，没有确凿证据。还有这个月球旋转的方向，它暗面永远是背对着我们，那个它的正面永远是让我们只看到一面哈。它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它这个就是就像一个更近的伸出是吧？更近要发生旋动，它的旋动始终是绕着这个方向的轴心旋动，它不可能是这个方向旋动。也就是说，月球它那个旋动是受到地球那个引力还有它自身那个结构等种种因素造成的。另外它旋动那个轴次跟那个旋动的轴次就是它旋动一周或者它旋动绕地球的一周，它都是受力学控制。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已经都能找到答案了。你从中央的文献网能查到，它为什么会出现那种情况？它那个阴面潮的子现在已经有解释了，而且这个解释是很成功的。无论是从电信还是自从我的都可以透露。就是那个不是问题，一句话那个不是一个虚妄的问题。或者是有人讲，月球被放在那个位置是有意的设计的。那不是的，不要想那么多，想太多，那不要想那句话不可信的。但是视觉上，咱们在地球上观察月球和太阳，是一样大的。它这个太巧合了。不是巧合，这个没有什么奥妙在这里。这个你想发现一些奇怪的事情，这个都没有关系。有人讲月球是外星人造的，这都不可能的事情。还有一个讲那个大量的那个木星怪讯是吧？那是外星人制造。这个无从他们得到的信息他没有直接告诉你，是不可能有这个事情的。他这个外星人他不可能跑到月球上来出那个历史去搞这个东西，他对这个不感兴趣。不感兴趣。另外一个还有讲，还有好多网友说外星人有什么高级武器东西，来对付地球人或者是对付其他外星人。一旦那个外星人掌握飞碟了，他那个科技已经达到那个程度基本上就没有战斗。为什么？能源是免费的，物质资源免费的，他不需要战斗。所以他是什么最厉害的武器？他就远程扫描你的意识，他那个长扫描你大脑的意识，他可以扫描，可以修改，可以控制。只是你想控制的，他可以迅速把你改变不想控制的。就改变你的想法它不存在于像我们有导弹、火箭、激光之类的来武器来对付，是吧？这样最省事了。它那个方法就是简单、高效、有力，而是精确效的。就非常巧妙的精确效的手段。
就是您认为那个关于亚特兰蒂斯啊，还有那个海下那个这宫殿什么的，这个就是不太可靠的，这个没听说过，他也没说这方面。再就是我去他们那个星球院，我也没看到亚特兰蒂斯像这是信息，所以我就没有问，知道。实行文明呢，我有时在这我看到了，所以我就问。我知道我想问的，他基本上告诉你，但是你不知道的事情，没有提问，没有提问，他也不主动告诉你。这个没办法知道。所以说，马斯克说我们靠运载火箭，哪怕是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想去到火星，那都是方向错了。对，达不到光速。它这个不但光速，不是达不到光速，它特别安全啊。你达到光速，那个也不是最究竟的办法，而是说你要在时空会做转化。对，就如果你不用定质量，你就想把一个物质假设到光速，你在控制摩擦力怎么受得了？对，摩擦力太大，那不是个办法。一个小乒乓球跟地球碰撞才能引发灾难。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在咱们群里面同志一定要知道一点，我们现在要转换思维，不要再用我们地球人的那个思维去做了。现在有外星理论和科技放在这儿，大家不去关心，还老是在去追这个追那个，方向都完全错了，被误导了。我们在绕弯弯。前辈，我那个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三体》那是一本科幻小说啊，它里边讲的就是说那个三体人怎么达到那个光速呢？它实际上是把那个空间是有褶皱的，他把空间拉平了，然后他自己本身没有动，但是把周围的空间往后拽，这样达到光速。这个是一定道理都没有，科幻而是它科幻是讲科幻，另外对物质知识是一窍不通。是说的一种普通人的一种文学作品，普通人的一种直觉思维，就是为什么说他这个非典这个运动原则是讲这一句话，他可是知识题，他的这句话讲是非典的运动原则是任何一个物体，如果你使它质量比0点，在比0点的刹那间，突然是光速运动，而是不要再加力了，如果一将会是光速惯性运动下去，它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它是动量守恒决定的。它的动量是质量乘一个矢量光速，它的一个动量是遵守这个守恒。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我是正常运动的一个动量呢 ，P 等于 mc 个吧？如果你是这个 v 运动速度达到光速，那么速度的部分它就比0点，速度比0点，它动量是守恒的，这个质量就要趋向于无穷大，一个点一个无穷大，它俩在保持守恒。但是这个无穷大我们受不了，没法计算，我们。不像那个无穷大的，那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出现？它静止质量比0点，就把它再转化成引力。静止质量比0点也能达到这个效果，不要它无穷大，这个也能比0点，速度比0点，速度部分比0点，它就是光速相对我们运动。为什么呢？正常情况下，它周围的空间在光速运动，现在它周围空间没有了，不运动了，它就相对于我们是光速运动。这个叫光速不变，光速守恒性。就是光速是守恒的，你变那个，它就不变，它总量不变，它这一个变化导致另一个，要按照另一种方式变化，因为它维持这个总量的平衡。所以说这个爱因斯坦来说，所以它这个是非常有深奥的道理。他说空间折叠，有人说空间打个灯成灯，那只是创造名词这个知道，它没有实质。你为什么没有实质？你推不下去了。他说成灯，把空间挖个成灯，具体怎么挖？那个成灯你怎么跟运动学、动力学你反正你是在一起，他没办法搞。有一种说法是，巨大的质量就会那个巨大的质量产生巨大的引力，然后会产生那个黑洞嘛？黑洞，它引力是一个方面，还有尺寸也是一方面。也就是说，在空间小范围尺寸的强大的引力，它能产生黑洞。你在大范围的引力很太阳引力也很强，但是它范围太大了，所以它也不能做到。那这个压缩是做不到的。很难做到。不是的，你压缩空洞它就能听见吗？这不是绝对的。要压缩这黑洞它就能听见吗？那也不是。运动有运动的原则，动力学有动力学的原则，要遵守它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现在所有的运动都遵守牛顿那个动量守恒。牛顿的动量守恒是什么 ？P 等于一个 m 乘上 v。就牛顿的力学讲什么意思？就是质量乘以一个速度。是一个动量，这个动量是守恒的，这个速度包括为零的时候，零就是也有零动量包括静止的，v 等于零就是静止的。当它也就是说，它这个动量是恒定的，有某种原因使这个动量发生变化。牛顿力学讲，这个质量是不变的，这个动量发生变化，那它速度肯定要变化，就产生加速度。所以牛顿力学讲，
物质运动的运是动量发生变化，动量随时间求导数，它就是力，也就是说与力有关，受到力它就产生加速度。加速度本来这个速度是静止的，它现在变成某一个速度，那它运动起来的。所以流动力学的基本因素就这样的。导致这个沸点呢，它把这个位mv 不讲那个 mv， 它加一项，所以它这个运动除了流动力学讲那个运动还有一个静止质量平衡点，它也能运动。所以流动力学证实这个动量叫 mv， 它证实这个动量叫 mc/v。它这个扩展一步，使你的思想呢扩展一步。所以它的这个应该的动力学。动能就是沸点一旦要造成功那个，它涉及到哪个方程呢？动量方程、能量方程，还有一个就是时空方程、时间和空间方程它涉及到速度、时空坐标、时空计算，所以要大量的智能计算，它得同步进行。它并不是一个字数一个字呢，并不是就是别的没挂钩，都是牵涉到很多那个人呢。从那个公式的话，可是提到这相对呢。那个质能公式，可以提到说马克思韦方程，可以提到说相对的动能公式，也可以提到说相对的能量公式，可以提到说流动力学。所以讲这个公式非常自然。所以它是统一场论的一个基本公式。最基本的公式就是它。那个前辈，就像我们这不是这个物理或数学专业的话，那个就是看这本书，我们能看懂吗？它的前头一部分能看懂，前头一部分是语音描述的其中一部分。后头的可能不能看懂，可能因为涉及到数学。或者这样讲，前面很简单的一个事情，拿一个大学物理的学生，你把这个基础公式给他，他根据这基础公式推出来一系列公式，他就可以写论文了。对，大学物质那肯定是可以的嘛，那肯定的，因为就现在我们采用的是最基础版本。我们就这样讲，我们做这个公式当做一个假设。如果拿这个假设，我可以去假设任何一个理论去推嘛，这都是合法的。我推完之后就写成一个论文可以发表了。可以。因为从一个我们假设的东西能推出来一个正确的东西，我们就知道那个假设是对的。对。这个还可以推很多论文，比如说涉及到纳伦兹平衡，涉及到动量扩展方程，涉及到动力学方程扩展，涉及到能量方程的解释，它可以推很多公式。前辈那个三体人还有这么一段描述，就是已经达到光速了之后，说三体人什么时候到达地球？是需要。几百年，那已经光速了，为什么还需要这么长呢？它没有分清楚哪个观测点。